新鲜的心脏带着浓重的怨气，赵秀才竟真的摇摇晃晃地动起来，但他尸首不全，死前又并无怨念，仅仅尸变半个时辰，便又倒了下去。阿妙自此如获至宝，他四处搜寻文臣，挖他们的心，安进赵秀才的胸口。心脏本是至阳之物，其死后的怨气挥发之后，内里的阳气便留在赵秀才的尸身里，是以许久之后，他的尸首仍未曾腐烂。而阿妙也在一天天的疯狂中，逐渐失去了一个人的根本。金陵看着他在大雨里发疯地挖出又一个人的心脏，那些人根本不是被掐死的，阿妙掐着他们的喉咙，是不许他们尖叫，不许他们挣扎，他们是被活活剖心而死的。最终他跪坐在原地，看不出原样的脸上一片疯狂与苍白。金陵感到那阵愤怒和怨念跟着烧到自己心里，如同爆炸般在他脑海里无限重复。阿妙仰头尖叫长啸，凭什么？凭什么她就要受尽冷眼？凭什么她的丈夫死了，她连恨的人都不能有？凭什么她的丈夫分明是因为那个人而死，那个人却又一副伤痛欲绝的模样？她的丈夫就死得这么可笑吗？那她这么多年的辛苦，难道连个恨的人都没有吗？她活该这么痛苦，活该被人戳着脊梁骨说她克夫吗？情绪的积累压得金陵喘不过气，头痛欲裂。她终于明白，阿妙在一天天的复仇中变得疯魔了。她早就不是人，却也不是鬼，她是个半魔，一半是人，一半却已堕落成魔。金陵在转化成魔的漩涡里挣扎，在意识里厉声尖叫。耳畔突然传来熟悉的银铃声，他的意识在深海中猛地浮出水面。睁开眼时，阿妙那张被仇恨扭曲的脸贴在他面前不过几寸的位置，左手已经掐住他的喉咙，另一只手正要向他的胸口掏去。金陵拼尽全力飞出一脚，阿妙喉咙深处发出一声呻吟，整个人滚落一边。金陵立刻拿起佩剑，深吸两口气，趁着阿妙还没能爬起身来，当机立断斩下了他的双臂。在响彻云霄的声嘶力竭的尖叫里，金陵终于脱力地瘫下来，顾不得地面肮脏，他贴着树干，大口喘着粗气，方才共情的影响还遗留在他身体里。他只觉得面前一切都在打转，赵秀才、大臣、阿妙的脸轮流出现，搅得他头痛欲裂。夷陵老祖每次使用共情也会这么痛苦吗？不对，还没结束。金陵突然想起来，赵秀才，阿妙的丈夫并不在这里。阿妙的尖叫并不只是疼痛，她是在呼救，呼唤她的丈夫，她唯一的光。金陵撑着身体站起来，赵秀才那张清白的，曾经应当是很温润的脸，已经以势如破竹的速度逼近。金陵勉力格挡，被强大的冲力冲撞到树干上，后脑勺一阵发麻，眼前一阵阵发黑。他拼命想要维持清醒，却只听到银铃又一次剧烈作响。他眼前又是一片白茫茫的雾气，雾气中隐约多出一个白色的身影，衣角翩翩，发间飘着鲜红的发带。他听见一声轻笑，接着是走失嘶厉的吼叫。金陵头痛欲裂，终于陷入昏迷之中。再醒来时，金陵看到的是一片金色的流苏，柔软的床垫包裹着他的身躯。他的身体温暖又舒适，周身干燥而清洁。他偏偏头，看见一侧低头正在做绣工的江燕离。阿娘，阿玲，你醒啦！江燕离惊喜地放下手中的针线，凑过来摸摸他的头，可不可？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金陵摇摇头，他眼巴巴地看着江燕离。江燕离轻笑两声，捧过一侧的汤盏，侍女伸手想要接过来。江燕离笑着摇摇头，亲自把金陵扶起来，一口口喂莲藕排骨汤给他。这是他最喜欢的汤，据说是云梦的特产，也是他母亲的拿手菜。江燕离说，小时候他的两个弟弟会为了几块排骨大打出手，最后两个人边打边吃，连佐料都抢得一干二净。金家主母说这句话的神情，带着深切的怀念，又带着他一贯的无限柔情。金陵明白，这是因为当年总在抢夺排骨的两人，如今已经只余一人了。汤没喝完，大门就被粗鲁地撞开，一个剑眉星目、面容俊美的男人走进来，身后是一身紫衣、细眉杏眼的江家宗主。两人这么多年仍然互相不对付，但今天倒是如出一辙的怒气冲冲。
金子轩大步走过来，江燕离看了他一眼，担忧地摇摇头。金子轩对他点点头，接过他手里的碗，一撩衣摆坐下来。金玲忍不住往后缩了缩。躲什么？金子轩挑起一边眉毛，当初跑的时候不是一点都没退吗？是你说我可以去夜猎的。我说你可以不带仙子，不带护卫，不跟同辈结伴，自己去了吗？金子轩怒道：金玲，你真是长本事了。一个人跑去穷乡僻壤里除祟，要不是你还算有点自知之明，知道发信号烟花，你现在怕是还躺在哪个小破村子里呢。信号烟花？金玲一愣，我没。